东京，一个快节奏的国际大都市，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想在这里定居呢，就必须涉及到找工作。那么从这一期开始，就给想来东京工作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东京繁华的办公区域以及各大豪华办公楼。说到东京的商务办公区，首选当然应该是位于东京最中心的丸之内东京站区域。从江户明治时代开始，这个区域就作为商业和金融中心而繁荣发展。如今这里仍然是许多知名公司和跨国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我后面的这个呢，就是丸之内大楼。看外表有点平平无奇，它就是一栋2002年开业的商务写字楼。那么它里面的设施和环境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进去看一看。然后它的入口就在那里。的。丸之内大楼的负1楼和5楼、6楼呢是美食区，一共有20多家店铺。如果在这栋楼上班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场合，自由自在地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咖啡以及饮料。缺点就是贵呀，这是刚才那家醍醐味鳗鱼饭的价格，其他餐厅也都比外面要贵很多。1楼叫马路 Cube， 是丸之内大楼和丸之内地区的门面。它是一个宽敞的开放式中庭空间，作为大楼各层的入口，同时作为一个广场，通过玻璃外墙与丸之内大街融为一体。2、3、4楼就是各个品牌琳琅满目的服装店，以及美容美甲沙龙，以及香薰店等等。4楼还有一个茨他鸭书店，书店的尽头还有一个星巴克。刚才负1楼好像就有一个星巴克，然后这里4楼又有一个星巴克。日本人到底是有多喜欢星巴克？5楼还有一个室外的展望休息台，站在这里可以眺望东京站。大家工作的比较累了，就可以到5楼来展望一下东京站，放松一下。然后这边有很多可以免费坐的椅子，可以带上你的咖啡过来休息一下。丸之内大楼的7到34层呢，就是办公区域，入口也和商业区不太一样，需要刷卡进入，我就不能去啦。好，那么在丸之内大楼里面有哪些比较有名的公司或者是组织呢？首先在它的7楼、9楼和10楼是名古屋商科大学的大学院，大学院就是研究生院的意思。然后有 Visa International 也在丸之内大楼里面 ，Visa 就是信用卡的那个 Visa。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久光制药的东京本社，也在这栋大楼里面。久光制药我知道呢，是因为经常帮亲戚朋友买那个贴肩膀呀、贴膝盖的那个膏药，然后他们家是比较有名、比较好的。这个新丸之内大楼呢和丸之内大楼就在两隔壁，然后它们外形和名字都比较相似，所以说如果大家要过来面试或者是工作的话，千万要分清楚是哪一栋楼，千万不要走错了。新丸之内大楼和丸之内大楼呢大同小异，它负1楼和5、6、7楼是吃喝的地方，有超市、有便利店、有咖啡店以及各种餐厅。1到4楼是购物的区域，7楼往上是办公区。所以我就不一一去介绍啦。新丸之内大楼主要入驻的大型公司呢，有30HC Capital， 是一家大型的综合租赁公司。SMBC 日兴证券，它是三井住友旗下的一家证券公司，以及 AGC， 一家世界级的玻璃制造公司。电车上他家的广告简直不要太多。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楼呢，就叫 JP Tower。JP 的意思呢，就是 Japan Post 日本邮政。虽然说它是日本邮政的楼，但其实它也是一个集商业和办公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大楼。
JP Tower 面向站前广场有一个低层建筑，保留并复原了吉田哲郎设计的旧东京中央邮政局大楼的一部分。其内部虽然被改造成了商业设施，但外部结构框架保持完好，也恢复了原有的瓷砖和窗户设计，完美再现了旧邮局的样子。但是呢，为了符合现行城市规划标准，改建的时候邮局的位置是被稍稍移动了一点点的。这个 JP Tower 的低楼层的购物中心的名字呢叫 Kite， 在日语里面写成汉字的话就是切手2个字，意思就是邮票。因为这个大楼是 JP Tower 日本邮政的大楼嘛，所以他把他的购物中心命名成邮票，感觉也挺有意思的，也很合适，这个名字也很好听。这个 JP Tower 呢，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中庭，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区域。然后，一般综合大楼的这种门厅都应该是方形或者是圆形嘛，然后这个是三角形，所以也比较特别。而且它的这个顶楼，它是由360个太阳能的发电板组成的。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2楼和3楼设有日本邮政与东京大学产学合作的一个文化博物馆，叫 IMT。该博物馆展示了非常多的东京大学的学术标本，而且免费哦。最后一个特点就是4楼有一个旧邮局大楼邮局长办公室的复制品，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局长的办公室，真是奢华呀！还可以眺望东京站。JP Tower 呢，它的6到38层就是办公区域了。里面主要的公司呢首先有 Konica Minolta，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2个星象馆，一个是满天，一个是天空，就是这个公司的。然后呢还有 IT 的技术公司Net One Systems， 以及有30的 RTM Japan， 它是30的全资子公司。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日本贩卖钢铁以及钢铁原材料的公司叫 Metalu One。它也是30跟双日的一个合资的公司。以及如果经常来日本旅行的朋友，可能经常会在外面看到他们家的各种酒店，就是东急里巴布鲁，它是东急 Group 的一个不动产公司。以及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它的标识的里索纳银行。除了我们介绍的这几个大楼之外呢，丸之内区域还有许多的高层建筑办公楼，它们与东京站都直接相连，利用地下通道上下班，即使下雨天也不用担心被淋湿，夏天也不用担心太热太晒。东京站周边呢，不仅是办公区域，还有皇居、帝国剧场、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等等各种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商业设施，也是下班之后去放松休闲的好去处。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今天丸之内区域的这些办公楼里面，主要都是一些日本本土的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尤其是跟30商事相关的那些子公司呀，然后合资公司之类的，以及日本的一些国家级别的那种大的公司，比如说制铁呀，然后银行、证券呀，然后邮政呀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丸之内是东京最中心的一个区域，以及也是在皇居的附近，所以说只有这些本土的大型企业才有资格。所以外国的想来日本工作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担心自己可能适应不了日企的企业文化呢？所以下一期我们就去外企扎堆的区域看一看吧。